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们都知道啊，在本周，美国总统川普在法国正式签署了和伊朗的这个备忘录。当然，这个备忘录公布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有几个关键环节，一个就是美国要设立这个3000亿的资金。那美国方面说这是重建资金，而且美国不用出1分钱。但是我相信大家头脑里都会有一个问号。所以今天请到了李欣和张教授和大家一起讨论伊朗问题。首先，先问二位，看了这个协议什么感想？我们先不说理智，先从情感上来说，你是怎么觉得？相当的意外，因为之前川普一直在讲说这个3000亿美金，就是感觉好像他说美国没有出钱，好像是在否认这个事情，但他其实是只是把这个事实spin了一下。确实是因为3000亿美金，他说哪怕是海湾国家提供的，但是对于伊朗来说的话，他收到3000亿美元，这是实打实的。然后再一个，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协议里边，就是完全没有提到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免费开放，只是说免费开放60天。换句话说，也就是意味着以后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可能在伊朗的控制之下。然后呢，关于这个导弹的问题没有提，关于这些他的那些 proxies 那些恐怖分子的那个代理，像珍珠党啊、什么哈马斯之类的没有提。然后也没有提伊朗的人权问题，就是感觉好像是说，几乎我们所有希望能够看到的条款，这里边都没有，包括伊朗核协议，他也没有讲这个核查机制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担心伊朗可能会学到一个教训，就是他们在大山深处，在 B2轰炸机炸不到的地方，有可能会再偷偷的去弄所有。那个时候美国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感觉好像就是川普这一仗打完之后，好像还比2月28号之前还要恶劣这个情况。是。确实是很失望哈，就觉得他这个人们讲除恶务尽嘛，他打到一半了，除了消灭了一些头领，消灭了一些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就退回来了。而且退回来之后呢，你给他3000亿，他这个3000亿肯定是去恢复他的军事设施啊，因为打的没有民用设施啊，对民生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他要恢复的肯定是他的军事设施啊，你给他60天的时间，加上这3000亿，他很快就满血复活了。他满血复活之后，你还能怎么样呢？60天之后，很快就是中期选举了。即使有什么情况发生，川普他真的会有那个魄力再去开动另外一场战争吗？我觉得是很可惜。而且呢，霍尔木兹海峡就显示他没有控制到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是我看Ray 的达里奥近期就说啊，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是说美国失去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就跟当年英国失去了对那个苏黎世运河的控制一样的。所以因为英国失去了对苏黎世运河的控制，英镑就失去了它的霸主地位。所以这件事情对美元的那个霸主地位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而且关键是在这个战争前没有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牌。就是伊朗不知道我还可以打这个牌的，对，就现在就伊朗好像这个牌我可以打，而且好像比核问题更关键。对，就是说我这个想，而且因为现在就是川普一直强调是 toll free， 但是目前我有看到零星的消息说伊朗是计划我不收这个所谓的过桥费，但我会收一些什么保险费、服务费、其他的名目，对，环保费，我给你服务。对，只是把名目换了一下，但其实跟收这个买路钱没什么区别嘛。对，所以就感觉好像这个事情变糟糕了。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川普为什么会签这个？他这个里边好像他给了2个理由。川普自己说有一个公开的理由，他说如果我们要是再不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话，再过4个礼拜，美国的石油储备就没有了。因为他为了稳这个油价，他可能大量的释放美国的这个石油战略储备。他说再过4个礼拜我们就没有石油储备了，到那时候肯定油价会飞涨嘛。影响到的中期选举。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应该是 CSIS 的一个报告嘛，就是说尽管只打了几周的时间，但是美国已经把50%以上的这个武器的储备、反导系统啊什么之类、导弹的之类都给打出去了。所以美国如果要再打下去的话，美国会没有炮弹了 ，no ammunition。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个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他就是赢得了这个60天的缓冲期，过了60天之后，那伊朗还是会收这个过桥费的。然后呢，而且我觉得他主要是给这个华尔街看的，给国际投资银行看，因为他说我达成了协议，马上股价往上涨，马上油价往下跌。然后呢，就是他想达成的这个暂时的这个经济繁荣是达成了，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是影响他的信誉的，因为过了60天，哪怕没到60天，这个协议是岌岌可危的。真不好说。对，因为你看今天又开始说他霍尔木兹海峡又封了嘛，今天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封锁，那油价又往上涨，你会看到国债什么之类的又开始往下跌。
其实我是想，他不签这个协议，即使美国想抽身出来，他完全随时可以抽身啊。他让以色列去打，以色列去打伊朗，以色列打黎巴嫩，同时开辟2个战场，以色列也是可以的吧？而且这个伊朗，他之前杀了4万的平民，这是罄竹难书的罪恶呀，全世界都看着的，他就敢这么做，这个是一个天载难逢的一个时机啊，让这个伊朗政权就是连根拔起，是一个机会。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如果现在就放弃了，而且你前面做的那个打的这3个月，等于前功尽弃啊。以色列高举仁义大旗，奉天讨罪。对他来说，这是他必须要保护他自己的安全的。你跟这么一个邻居和平共处，怎么能没有和平啊？以色列其实打伊朗，就是如果你要是纯军事较量的话，可能还可以。但是以色列其实它的兵源、它的国家的资源还是相当有限的。你想，以色列一共才1万多平方公里，跟北京市差不多大，人口的话就那么一点点，还不如北京的人口多。然后你面对伊朗一个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这9000万人口，伊朗还是我觉得这个以色列他可以把伊朗打败，但是他很难控制伊朗。他除非扶植一个傀儡政权，否则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他。对，就像去年这个12日战争，就是说以色列就是飞到德黑兰头上是没有问题，能炸的我都炸了，但是我无法推翻这个政权。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实质的问题，就是说当战争进行到1个月的时候，就美国面临一个问题，我只有2条路可以走，我要么推翻这个政权，我要么就要和这个政权谈判，没有第2条路。对，而川普后来我认为他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办法推翻这个政权，或者是除非他派地面部队进去，我觉得对，但是派地面部队所承担的军事和政治风险太大，使得他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他相当于考虑了一下，说我无法解决这个伊朗政权，那我就只能和他谈判。这个事情关键问题是在于伊朗就是川普在2月28号之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有人说他是生内塔尼亚胡的气，是被内塔尼亚胡骗了，就是被内塔尼亚胡给忽悠瘸了，就是因为当时是内塔尼亚胡告诉他说，你把这群领导人一炸完了之后，伊朗就会发生政权更迭，结果炸完之后没发生。但说句实话，我也是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把我放到那个位置上，如果我在2月28号，我也说打。对，我也是打，我也是觉得很支持。对，已经杀了4万人了，川普这个推特上不已经说了？我做出承诺了，对啊，承诺这些个伊朗人民。对，而且有明确的计划是哈梅内伊那天就会在那儿。我知道我如果打的话，哈梅内伊就会被我除掉，然后我会把其他人除掉。但是就是所有事情就出现了一个，我觉得关键是一个小哈梅内伊就是他受伤了，但是存活下来。人算不如天算的感觉哈。对，就留下这样一个，然后他就自然就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东西。而且这个说到小哈梅内伊，而且这场战争就是说留给伊朗的反而是更多了。为什么呢？我觉得有3个事情。第一就是小哈梅内伊，如果哈梅内伊还在的时候，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是不是由小哈梅内伊继承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小哈梅内伊其实没有足够多的声望，而且伊斯兰他也不是他推崇这个子承父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但是现在这场战争打下来，就小哈梅内伊是名正言顺成为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对伊朗目前看起来政权拥有相当不错的控制力，而且这个控制力在未来可见的未来的预期中也是存在的。这第一个。第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战前本来没有这个问题，战后出来了这个问题。伊朗现在手中2张牌，一张是核问题，一张是霍尔木兹海峡，就凭空无故我多了1张牌。第3个问题就是，伊朗对于就是美国的军事威慑力，它有了一个更明确的判断，就是在开打前的时候，伊朗不知道你真的打了我的政权会不会更迭，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事情。但是现在打了2个月，为什么伊朗谈到后来底气越来越足？就是因为美国在不派地面部队的基础上，伊朗判断你就是在轰炸我2个月，再轰炸我1年，也不会改变我这个政权，所以我的基本线是在那儿。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协议，或者是目前到目前为止，从结果论来说，3个对伊朗更有利而对美国不利的点吧。对，伊朗其实从就是这个轰炸开始，它疯狂的轰炸其他别的海湾国家，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大家都看不懂，就觉得他在4面树敌嘛。但是实际上他轰炸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国际的能源、天然气、石油、天然气的供应的中断，或者是说部分的中断，然后造成这个油价的上升，给这个川普带来很大的
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签完协议以后，亚伯拉罕协议我觉得就吹了，因为本来呢大家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选边站，然后比如沙特说我跟美国是盟友，那如果美国一定要跟以色列就是有维持一个多么好的关系的话，那我们不行就签一个亚伯拉罕协议。但是现在沙特发现美国有点管不住伊朗，然后呢，那我们必须要跟一个仇视以色列的伊朗打交道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签那个亚伯拉罕协议。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次签订协议，把他长期以来希望能够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中东的和平缔造者的这种人设也给弄崩了。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对美元的霸权影响就是非常大，因为当年的那个石油美元跟中东国家达成这个 deal，就是因为美国为中东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所以中东国家说我一定用美元来结算石油。那现在呢，就显示出美国没有办法提供这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安全保障，而且呢，你知道英国预言家帕克他之前他就预言说美伊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可能会拖1-2年，而且呢，美国会派地面部队。那你看，另外那个预言家那个牧师布兰登，他就说他看到美国在各方面的征兵，男兵女兵都在征。那其实就是如果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川普有这个 gut， 有这个勇气去派地面部队，那可能真的就接管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情就不会这么被动。而且呢，怎么说呢？你接管了霍尔木兹海峡，你就是底气更硬了，不会被人家说你又是 tackle， 就是之前还说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现在等于你自己退了，你退了之后，不光伊朗底气硬了，中共底气也硬了，俄罗斯也硬了，那北朝鲜也硬了。一看啊，美国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你看我就想起前些日子报那个新闻，就美国那个 B-52空炸机在家里面随便一个测试就掉下来，你想会不会是老天爷上天给川普的一个警示呢？你不敢把你的兵派到前线，你派到前线可能还不会掉下来，你就在家随便测试掉下来，而且死了8个人，这8个人都是很高级别的，最少都是少校，还有上校，你真的派前线可能还不一定死伤这么大呢。为什么出现这件事情？可能是上天的某种暗示吧。您刚才提到这个地面部队，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适合讨论，就是说，您觉得美国应该派遣地面部队？如果您是川普的话，您在3月份您会派出地面部队吗？如果要是不考虑，就是说这个美国已经把它就是没有武器了哈，就是没有子弹了。如果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只是大家的猜测的话，那我觉得派地面部队是值得。就是很多人给川普建议让他占那个哈尔戈岛嘛，就占了哈尔戈岛之后，掐死了伊朗所有的这个石油的出口。这一点我觉得能够对伊朗政权让他感到很疼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哈尔戈岛我质疑它能起到多少作用，因为所有哈尔戈岛的石油输出都是走阿曼湾，而美国已经在海上进行封锁了，实际上起到了作用，就是和占领哈尔戈岛是一样的，只不过哈尔戈岛的话，你有更多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个伊朗80%石油最后都汇中到这里，然后但是美国却面临一定的风险，因为哈尔戈岛它是一个准军事化岛屿，因为那里面我们就是有一些电子游戏都是以那个岛屿为版本，因为那里面就是有大量的石油储存罐，然后就是说有军事基地、有机场、有港口，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夺下哈尔戈岛我觉得不是问题，但是你如果长期在那儿驻守的话，可能会面临伊拉克或者阿富汗那样的伤亡。是，所以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其实是没有一个最优解，只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解决方案的话，有点过于糟糕了。对呀，我觉得你怎么做可能都比这个协议会强一些吧。而且就是说，怎么说？你如果川普你不想打了，或者是你弹药不够了，你可以就停下来嘛，让以色列去打，你随时供给够了，你再来打，或者是就是观望就好了。你如果签了这个协议，对方可能没有什么大的束缚力，他现在就是缓兵之计，他答应你了之后，他也不受这个协议束缚，但是你本身是被束手束脚了。对，其实你没觉得就是说伊朗好像也不大想达成协议，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他每次要达成协议的时候的话，他就去让
真主党去干以色列，完了之后以色列就一报复，完之后他又说，你看以色列又打黎巴嫩，说我们不签了这协议，不签了。美国你可以去管以色列，去管以色列，对，就是感觉好像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一直在羞辱，不光是拖时间，我觉得在羞辱川普。我觉得也是。对于小哈梅内伊来说的话，这就是杀父仇人，所以说他用这种方法去羞辱他。所以你就晾着就对，而川普我觉得他也蛮奇怪的，就是昨天那个梅洛尼他不是说嘛，就是说我和意大利不求任何人，就是说他说为什么川普对于他的敌人那么客气，对于我们这些盟友就这么mean，是吧？就是说我就算是梅洛尼想跟你一块儿这个就是照个相的话，你也哪怕他的这个态度是比较谦卑的话，你也用不着说这个话，对吧？对，完全没有必要在公开场合，这可能就是想报复梅洛尼当时没有让他用意大利的空军基地。对，但是你为什么对梅洛尼这么严厉，但是对于你对内塔尼亚胡这么严厉，但是你对伊朗这帮人的话又那么客气？是，这很难解释这个东西。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做个假设，如果美国放手以色列进攻，我个人其实考虑过，但是它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放手以色列进攻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要推翻伊朗政权，还是继续就是只是轰炸它的基础设施？就你任何一个军事行动一定要有一个战略目的吗？我觉得川普他轰炸，比如说他的发电厂啊，或者是桥梁，包括他的石油天然气炼油厂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川普可能没法做这个事情，他一定会面临着就是你是战争贩子，你是什么人道灾难什么之类的都指责。但是以色列炸的话，以色列没有这种负担，说炸就炸了，炸了之后的话，我觉得伊朗一定会陷入动荡，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变革的这么一个可能性。我如果从为川普考量来说，他签这个协议有一点可能的好处，就是说他能够保存美军的实力在着重在太平洋地区，以防止中共趁着美国深陷中东的泥沼，然后中共对台湾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中共现在第一不大可能马上去打台湾，因为习近平自己现在中央军委就剩俩人了，习近平和张胜民，然后这个不会孤注一掷啊，大量的上将中将，不是这种战争准备的话，中国如果真的要打台湾的话，这种战争准备我觉得至少得半年到1年的时间，美国事先是一定知道的，甚至要更久。我们以这个我补充一点，我记得当时就华盛顿 Washington Post 在2022年的时候刊登一篇报道，就解释这个俄罗斯在攻乌克兰之前准备战争是在我们知道是2月份爆发的，对，2022年的2月份，美国情报部门是在前一年的大概夏天就已经知道了俄罗斯要打的计划，对，然后就开始9月份的时候还有一个会，去给北约，然后去给英国、法国说，你们说这个俄罗斯要打了，你们想想办法。然后马克龙说没有，这是不可能，就不相信。甚至当时泽连斯基也有点不相信，泽连斯基一直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局部的对这个顿巴斯地区的进攻，对，但是后来还是就是做了一定的准备。但是回到台海问题，就是我是说，俄罗斯打乌克兰，你看至少做了7、8个月的准备。甚至，当然，美国知道计划是7、8个月，那做的准备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对，而且当时其实普京还没有打算说打4年，他当时只是觉得打几天就打完了，就是对，就没想到就是说打这么长，就他为了打那一下的话，他都准备了那么长时间。对，中国打台。习近平有普京这样的谋算吗？我觉得习近平不是打仗这个事情，我觉得习近平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如果打不赢，习近平一定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说谋算不谋算，他就为了这个为了自己权力能够保住的话，他事先也要好好策划一下，我觉得。对，是，所以我是并不觉得说川普但是你会发现，就回到那个就是俄乌战争这个事情哈，由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非常的狼狈，没有准备好，川普当时也说你这么干的话，就等于是让人看到了美国的虚弱，这个可能在客观上让普京看到拜登是很怂的、很弱的，然后他就更加坚定了去打乌克兰的决心。但是当年川普说拜登的那个话，现在其实也可以用在这个协议上。那也就是说，当你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你等于是连伊朗这样一个全球经济排在第34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你都搞不定的话，你怎么去搞定中国？那川普当年批评奥巴马说给伊朗送了多少亿的钱，到现在是3000亿。是，你怎么批评奥巴马呢？对啊，200倍啊。奥巴马是17亿，也是这个解冻的伊朗的资产。这次川普要解冻240亿。
所以奥巴马很高兴，我觉得奥巴马很高兴。他那个图书馆，忘了他这么多年他那个图书馆开幕的时候，奥巴马很爽啊，对，借机批评川普啊。因为你如果用相同标准来衡量的话，就会觉得川普这次协议确实比奥巴马时期协议更糟糕一点。但奥巴马当时我后来有仔细研究过，就是说，就是川普和万斯在电视上一直说我们这次协议彻底解决伊朗核问题，但是并没有。奥巴马协议开宗明义就是伊朗承诺，就是我不寻求核武器。那现在川普要的也是一个同样的承诺，只不过15年前也是一样的。但我们知道，对于伊朗这种国家来说，这个承诺是没有任何用的，更何况现在是一个框架协议。奥巴马当时有 sunset clause， 当时是被共和党人最为攻击的，就日落条款15年。15年之后，你的浓缩铀的行为不受限。那我们知道，川普虽然这个核协议还没有最终签署，但是川普已经松口了，就15至20年，就是不浓缩铀。但是奥巴马当时我最就怀疑的一点是在 sunset clause 之后，没有对伊朗的浓缩铀的行为做出任何限制，就是说我15年之后我可以高浓缩铀。目前在川普这个协议中，我觉得川普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15年你是不浓缩铀，15年之后我比如说限制在民用的3.6，对这个水准的话，那这可能是比奥巴马协议好的一点。就是说我认为奥巴马协议是一个糟糕的协议，因为它有日落条款，而且日落条款之后没有任何限制，相当于伊朗解除制裁拿了所有钱之后我还可以继续浓缩铀。但是川普的协议如果和奥巴马目前来看，它要比奥巴马协议还要糟糕。对，我是觉得就是浓缩铀的问题，本来川普还是说要把所有的什么 nuclear dust 都要移除伊朗，现在不提这个事儿了，那就在伊朗自己境内进行稀释。这事情其实我从他讲的那个话已经就是那个 MOU 就是那个 memorandum 没有公布之前我已经看出来了，因为川普当时说不管伊朗的这个铀到底是在美国还是在伊朗或 wherever， 就只要它能够稀释就可以。对，这是如果我们对比现在和2个月前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要求，可以看到美国都在退步，对，每一步都退了，每一步都退。就是如果我们看2个月前，当时川普说什么飞弹要限制，你现在已经听不到了，不要资助地区的这个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现在也没有了。对，然后就是核问题，当时要全部转移出国内，对，然后以后永远不能浓缩铀，对，现在也没有了，可以在国内稀释，然后也是有一个 sunset 日落条款，而伊朗的核心要求都满足了，伊朗当然提出说你要经济补偿，结果弄出了个3000亿出来，对，而且当时川普急于达成协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达成协议的头一天，不是黎巴嫩跟以色列之间又发生这个冲突嘛？对。然后那个伊朗说不谈了，川普本来呢是说美国从这个就是海湾解封啊，它是30天的时间逐步解封。后来一听说伊朗不谈了，川普说我马上全部解封，就一下子又退一大步。就好像川普只要为了拿这个 MOU， 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他那天庆祝80大寿6月14号还是怎么着，就全都答应了，就一下又后退一大步。我觉得川普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就是说川普对于美国的情报部门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因为从2020年大选的时候他就觉得中情局啊、联邦调查局什么，他就觉得这些机构都是在害他，然后他呢，就是前段时间不是让那个就是普尔特去当国家情报总监，还要求说他要 fire 掉1半以上的那个情报人员。所以呢，真正这些长期跟伊朗打交道的 CIA 这些人，他们是知道伊朗是怎么回事的，但他们的建议川普都不听。川普听维特科夫就是一个跟川普一样的，就是卖房子的一个人，盖房子卖房子的一个人，他能有什么国际这个外交方面的经验？他能懂那些国家是怎么回事？Jared Kushner 也是一个盖房子、卖房子，或者是做什么生意的一个人，出租房子。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伊朗到底是怎么回事？中东地缘政治是怎么回事情？所以他们两个完全，我觉得上了伊朗，上了普京，就你看他们跟普京谈出一个多么糟糕的 deal， 压迫乌克兰割地，然后呢，他们和这个伊朗谈，最后谈出这么一个结果来。
对而且川普还答应不干涉伊朗内政，是不是？对，不对啊干涉伊朗内政，这是很重要的。伊朗这么民众反抗，现在川普说我不管了，跟我没关系。所以就是川普更像一个商人，他就是太 good at make deal， 他就是 make deal。你看跟习近平买了波音，买了大豆，哎呀，就高兴了。你是非常了不起的领导人，就是你就是为了一个现实的这点现实的利益。但是你不想，你现在是美国总统，不光是个商人呢，你美国总统，你是全世界的警察呀，要维护世界的和平，是维护世界正义啊。对呀，你以前说商人重利轻别离，现在你说商人重利轻道义，那对，有点让人失望。而且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次签订这个备忘录之后，能够实现和平吗？能够就继续往下发展？我觉得没一点希望都没有。你想，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是绝对不会停的，他俩你揍我一拳，我揍你2拳，就是这样嘛。然后最关键的是，其实真主党背后站的是伊朗。对，就你如果不切断伊朗，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万斯一直在强调，包括川普一直强调说，伊朗政权的人是改变了，他们就是还是毛拉政权呢？对啊，就非常有意思。这个，那照这么说呢，当年霍梅尼死了，老哈梅内伊上台，那也是政权更迭吗？对，这一点我也很接受不了。就是说，他们的逻辑是 OK， 我们给他这么多钱，是因为他们改变了。如果他们不改变的话，我们就不给他们那么多钱。但是问题是，从现在看来，伊朗政权没有改变的任何迹象，只不过换了一部分人而已。对。而且就是说，对于新上来的人来说，你像小哈梅内伊他上台，他执政的合法性在哪儿？为什么？凭什么革命卫队要支持他？一定要得到革命卫队的支持。凭什么革命卫队要支持他？是因为他必须得表现得足够强硬，才能够获得革命卫队的支持。这个比老哈梅内伊还不如。老哈梅内伊并不需要表现强硬，革命卫队从宗教上也要支持他，就是从宗教的这个理念上。也就是说，老哈梅内伊如果说要妥协的话，老哈梅内伊妥协比小哈梅内伊妥协更容易一些，我觉得。对，而且他这一个退步，又一次 tackle， 等于助长了邪恶的气焰嘛。川普，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当时我在那个就是5月底，在那个我出去度假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协议翻来覆去，就每天翻好几个嘛。我当时就讲，我说川普如果要是不能够把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好好的解决的话，就解决的不好的话，对于美国来说就是美国衰落的开始。而且实际上2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包括国际规则的制定是美国制定的，你不能光看美国在军事上花了多少钱，帮了多少国家，你要看到当你是一个规则制定者的时候，你可以制定很多对你有利的规则，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你能赚很多钱的。就像刚才李欣说的那个石油美元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成为世界货币，然后大家所有的人的话都相信美元的信用，这个本身对你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好处。而你当你就是示弱的时候的话，大家为什么相信美元？因为相信美国是世界军事超强，相信美国的政治制度是非常稳定的，不会被某个国家打了一顿之后，美国就亡国了之后，美元就没用了。所以这一切都建立在美国的实力的基础之上的。当你没有美国的实力的做支持的时候，美元靠什么来支持？对美国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吃亏的事情。而且这就有点像那个在这个东周时期，就是周氏衰微，不再是天下共主的时候，那各种各样的齐桓公、晋文公这些人，他们就要出来，就要争霸了，群雄逐鹿，诸侯争霸，就进入到这么一个时代了。而且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报告出来说，全世界的央行，它对黄金的资产配置已经超过了对美债的资产配置。对，就像达里奥一直警告的，现在美债是岌岌可危，在世界上的地位岌岌可危。那大家觉得未来30天之内，中东地区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是觉得最好是伊朗不知天高地厚，得寸进尺，最后终于激怒川普。但这只是我的一个个人想法而已。我觉得川普很难再有勇气、再有决心再打第2场战争。我也是这么觉得。对，我也觉得他不会再打。如果这次退的话，他不会再打了。这次已经退得这么大了，然后他没有回头的这个空间了。我觉得可能就是中东。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说这个60天之内是达不成任何东西的。我也认为是，这60天会无限期的拖延，有可能360天，有可能，比如说拖到中期选举之后，让川普下了决心，咬咬牙还再打一次了。但那时候代价更大。不，美国需要 replenish 它的那个，就补充那个武器库存，我觉得。其实
伊朗当时一个核心诉求就是核协议不在这个第一阶段的框架中，他就是把核协议往后推。他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奥巴马时期他其实核协议的谈判就是跨越好几年，所以川普想要在60天之内达成一个可以实行的核协议，我觉得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可以预见的是，这60天会不断往后拖，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就是是否开关就受这个看伊朗心情，看伊朗心情，对，就是但是他肯定会开关，他不会肯定会开关，所以对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剧烈，然后又能在美国人接受范围内，然后就在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下拖到中期选举之后，然后中期选举之后具体怎么样，我觉得还要再观察。我觉得赶紧修一条从这个红海和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绕开那个对，修那个输油管道，对把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跟红海海峡全部绕开。对，这样的话可能伊朗就没牌了。对，因为其实美国最后不得不让步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军事上无法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就川普老早就说要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美国，因为这个是地理位置所决定，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太窄，距离伊朗太近，而现在的战争手段和以前不一样。如果放在30-40年两伊战争的时候，那美国想打开是可以打开，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无人机，对，伊朗就是一些大炮或者是这个。那时候反舰飞弹的射程也不远，都是100公里以内，对于美国来说相对也好清楚。但现在战争形态发生了变化，美国如果不派出地面部队，就是美国现在是处于这样一个困境，就是说，首先你解决这几个战争目标，我们依次解决。最大的战争目标是推翻伊朗政权，因为伊朗政权如果推翻，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了。对。但是川普意识到，我现在推翻不了伊朗政权，他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以色列如果单独参战的话，就是川普放以色列参战，以色列加美国现在都无法推翻伊朗政权，我不认为以色列单独参战，他只能继续轰炸，但是也无法推翻伊朗政权。在伊朗政权无法推翻的情况下，美国可以退而求其次，就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如果我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以后，我就可以解决全球经济问题。那核问题我可以再拖，因为我知道你现在造不出核弹，你所有东西都在地下，我们可以拖，你想拖，我可以陪你拖。这美国拖不起的原因并不是核问题，而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地理位置问题，我不派出地面部队的情况下，我就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我不控制这些岛屿，我就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川普愿不愿意派出军队？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川普不愿意派出军队，甚至我也不愿意派出军队。我如果站在美国人立场上，我是对于。你如果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你可能要控制格什木岛。格什木岛是一个大岛，大概有15万的人口，18万平方公里，还是蛮大的。美国如果涉足的话，又会陷入那个岛比以色列大10倍，又会陷入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局面。所以再往下退的话，就是说政权无法推翻，霍尔木兹海峡无法解决，然后我又无法派出地面部队。我就只能和伊朗政权谈判，然后在谈判桌上我又没有太多的牌，没牌可打。对，我的牌要么已经打出去了，比如军事轰炸，要么被我否决了，比如说地面部队。所以我在谈判桌上没有牌，唯一的一张牌就是海上经济封锁。但是这张牌对于伊朗来说还是太小啊，因为而且对于美国来说也是 hurt， 就是也是受伤很受伤。美国对，所以最后就是说，在我无牌可打的情况下。而我又想求和的情况下，最后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让大家难以接受的一个局面。那为什么这么岌岌可可要签这个协议呢？因为对于美国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它掐住全球经济命脉。已经这过去2-3个月，在川普不断发推文的情况下，稳住了全球油价和全球股市。但是川普可能觉得我无法继续下去，就让股市大涨。对，你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中共如果去封锁马六甲海峡的话，那不更完蛋了吗？对，台海战争一爆发，中共说你再打我，就去封锁马六甲海峡。但是马六甲海峡还是远，马六甲还是远，对，因为新加坡也不愿意，离马来西亚和那个菲律宾更近一点。对，所以。这是我认为到最后川普不得不签署这个协议的一个内在逻辑，就是他不想打了，然后出于各方面的原因，最后不得不走。我觉得赶紧花个2-3年的时间，把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那条沟给对挖通了就完了。其实这是一个方式，就是说这个事情可以拖下去，然后呢，海湾国家去挖，比如说这个阿联酋可以挖，就是从自己西海岸到这个东海岸的这个
管道，沙特再挖一个，伊拉克可以挖一个去土耳其的，这个事情霍尔木兹海峡重要性就会降低，那这张牌可能就没有了。到地中海是最安全的，就是绕一点，但是到地中海是最安全的。哎呀，你看俄罗斯那个石油管道都这个建成什么样了，对吧？那个2条从波罗的海，然后又从这个白俄罗斯有，乌克兰有，所以建石油管道其实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对，就看这些中东国家愿不愿意做了。对，是。所以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我们在座3位可能对川普的这个协议都是持一定负面看法的。那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觉得川普为什么签这个协议？如果不签这个协议，川普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去解决伊朗问题吗？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